當全球都被石油危機逼到絕境，當無數國家在能源博弈中被動挨打時，中國出手了。在東南亞的荒山上，在中東的沙漠裡，用中國技術築起能源屏障。每一塊光伏板，每一座儲能電站，都在訴說着中國制造的底氣。這份刻在骨子裡的自豪，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驕傲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4月7日，一個注定載入全球能源史冊的日子。當中國的硝煙還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空彌漫，當全球油價被戰火推上141.37美元每桶的天價，全世界都被一根叫石油的繩子緊緊勒住了喉嚨。霍爾木茲海峽這條承載着全球20%海運原油的工業主動脈，因美伊衝突，通航量暴跌90%，油價狂漲的連鎖反應席捲全球。菲律賓直接宣布進入能源緊急狀態，韓國全民節能連空調都不敢開，歐洲電價飆升至工廠停產邊緣。美國汽油均價創下2022年以來新高，無數國家的外匯儲備被高油價一點點吸空，那種被動挨打的無力感，每個國家都深有體會。而就在全世界被石油危機折磨得焦頭爛額、手足無措時，老挝北部一片曾經鳥不拉屎的荒山野嶺，突然被一片鋪天蓋地的藍色點亮。中國承建的東南亞單體最大光伏基地正式併網投運。消息傳輸，全球能源市場瞬間安靜了3秒，隨後徹底沸騰。社交媒體上滿是驚嘆：何苦被石油拿捏？快去搶裝中國人的光伏！老挝，一個經濟總量排在全球百名開外的東南亞內陸小國，既沒有石油資源，也沒有出海通道，按常理本該是能源危機中最慘的一批。但中國的到來徹底改寫了這個小國的能源命運，讓這片連路都沒有的荒山變成了整個東南亞的能源心臟。這座電站的規模足以震撼世界，223萬塊光伏板整齊排列，綿延無際，像給貧瘠的荒山披上了一層藍色鎧甲。總裝機容量達到100萬千瓦，是實打實的東南亞單體最大光伏基地，由中廣核牽頭，中國主導建設，也是老撾首個大型山地光伏項目。根據公開資料顯示，這座電站年均發電量可達16.5億千瓦時，等效節約標煤50萬噸，減排二氧化碳130萬噸。小編給大家算一筆賬，按照140美元每桶的油價，50萬噸標煤對應的原油進口量需要耗費數億美元，這對於老撾這樣的小國來說根本無力承擔。但現在陽光是免費的，太陽不會漲價，不會因為霍爾木茲打仗就罷工，更不會因為大國博弈就斷供。能有這樣經濟效益的光伏電站，建造難度自然也遠超想象。老撾北部山區地形複雜，全是陡峭的山坡和溝壑，沒有現成的道路，大型施工設備根本無法進場。中國施工團隊只能先修山路，再運設備，硬生生在荒山上開闢出一條施工通道。不僅如此，山區降雨量大，地質條件複雜，極易發生滑坡和泥石流，給光伏板的安裝和基礎建設帶來了極大挑戰。中國團隊結合當地地形，創新採用山地光伏支架設計，精準測算每一塊光伏板的傾斜角度，既保證了最大採光量，又能有效抵禦暴雨和滑坡風險。每個細節都彰顯着中國技術的嚴謹。更難的是配套設施的建設。老撾電力基礎設施薄弱，電網承載能力有限。這座100萬千瓦的光伏電站需要新建配套的輸電線路，才能將電能輸送到老撾各地，甚至輻射周邊國家。不過，中國團隊克服了所有困難，同步推進光伏電站和輸電線路建設，確保電站併網後能穩定供電。2025年，中國光伏組件出口量佔全球的70%以上，光伏系統裝機成本5年降了45%，全球光伏發電成本10年降了80%，這是人類工業史上最驚人的降本曲線之一。現在建一個光伏電站比建火電廠還便宜，發的電比燒煤燒氣還划算，所以這座電站的投運不僅解救了老撾的能源困境，更是給全世界上了生動的一課。就在中東戰火紛飛、美伊博弈愈演愈烈之際，中國又悄悄拿下了阿联酋、阿布扎比、
RTC 光儲一體化項目的核心投標，簽下價值139.62億元的 EPC 總承包合同。一場關於未來能源系統穩定性的宏大實驗在沙漠中正式拉開序幕。可能有朋友會問，光儲項目我們國內遍地都是，為什麼這個項目能被稱為人類能源實驗？答案很簡單，它的規模和技術難度都刷新了全球紀錄。這個項目坐落於阿布扎比莫什爾夫地區，是全球首個實現全天候供電的可再生能源標杆工程。整體規劃光伏裝機5.2吉瓦，配套儲能容量高達19吉瓦時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光儲一體化項目。僅中國負責的核心標段就包含2.1吉瓦直流側光伏裝機和7.75吉瓦時儲能系統，單是儲能部分的容量就夠上千萬戶家庭同時用電1小時，所以說它是能源巨無霸毫不誇張。而根據官方數據，該項目每年可減少約57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，有力支撐阿聯酋2050能源戰略落地。之所以要配套這麼大規模的儲能，核心是解決清潔能源的先天短板。眾所周知，光伏、風電等清潔能源被民間稱為不穩定能源，發電受天氣影響極大，白天有陽光就能發電，晚上或陰天就會罷工，並網難度大，經濟價值難以發揮。要想真正投入使用，必須做好儲能配套，實現削峰填谷。在國內，我們可以通過抽水蓄能等大型設備解決儲能問題，但在阿聯酋的沙漠裡沒有足夠的水資源，抽水蓄能根本不現實，只能依靠成本高昂的化學電池儲能，這就對技術提出了極高要求。而中國給出的解決方案彰顯了中國製造的實力。這個項目的核心亮點就是融合了數字孿生、人工智能發電預測、虛擬電廠等前沿技術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把龐大的光伏廠區和儲能系統打造成一個智能可控的虛擬電廠，能夠精準預測每小時的發電量，智能調度儲能的充放，協同響應電網需求，把看天吃飯的光伏電站變成了欲取欲求的穩定電源，既能滿足阿聯酋高端製造業和人工智能產業的高質量用電需求，又控制了儲能成本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阿聯酋作為石油富國，為什麼要花大價錢建光儲項目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石油再豐富也有枯竭的一天，而且全球能源轉型已成大勢，阿聯酋不想一直被石油綁定，想要通過清潔能源實現經濟多元化，而中國的技術正是他們最需要的。從技術實力來看，中國能拿下這個項目絕非偶然。自2008年進入阿聯酋市場以來，中國電建在當地實施了海水淡化、風電、光伏、鐵路等多個重點項目，實現水能城核心領域全覆蓋，憑借優質履約樹立了良好品牌形象。此次簽約 RTC 項目更是中國深耕中東市場的重大突破，彰顯了中國企業在全球新能源工程建設領域的核心競爭力。更值得自豪的是，這個項目的落地正在悄悄改寫全球能源格局。當美國還在霍爾木茲海峽靠炮火爭奪石油定價權，砸碎自己的石油美元霸權時，中國正在用技術把世界的能源錨點從石油轉向電力，助力人民幣在能源貿易中發揮更大作用。這也是美國最不願看到的局面。其實，阿聯酋的光儲項目只是中國布局中東的一個縮影。美伊衝突開戰不到10天，中國就和沙特簽下50億美元的大訂單，在吉達幫沙特建設翼龍3無人機裝配線，不僅提供生產線，還配套全套培訓、維護和設備調試，相當於把造無人機的全套本事都交給了沙特，和美國那種交付產品留後手的霸王做法形成鮮明對比。除此之外，中國核建還在沙特推進大型核電項目。中東各國都清楚，不能把命運拴在石油這一棵樹上，而能在能源、防務、基建等多個領域提供全方位合作的只有中國。中國的每一個項目都在向世界證明，中國的合作從來都是互利共贏，而非霸權掠奪。從老撾的荒山到阿聯酋的沙漠，中國用光伏板和先進技術在全球能源版圖上寫下中國印記。
223萬塊光伏板撐起了老撾的能源希望，19吉瓦時儲能勾勒出中東的能源未來。中國光伏之所以能震撼全球，不是靠吹噓，而是靠一塊板、一個項目實打實拼出來的。當全世界還在為石油爭得頭破血流，中國已經用技術告訴世界，真正的能源安全不是控制多少油田、多少航道，而是掌握創造能源的技術。陽光普照萬物，人人平等，而中國正是把陽光變成電能的全球引領者。這份中國制造的自豪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為之喝彩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